推着推着，一不小心就挂在了树上。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天气也比较好，继续来到湘西的大山里面，给大家分享一些湘西这边的人文风情。那在我的身后有一处寨子，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。整个寨子木质的吊脚楼非常的多，而且自古以来这个寨子出了很多达官显贵，也出了很多文人。当地人都说这处寨子的风水非常的好。那带着好奇心，今天我就想过去一探究竟。其实来到这边是挺不容易的，这边的道路是弯弯曲曲，挺不好走。大家可以跟着我手指的方向去看一下，这边的海拔将近有1200多米。这里呢属于保定县白云山的自然保护区。待会儿呢我们就要翻过这边的大山，再往下面走，才能够进入寨子。每到冬天气温低一点，这边都会下很厚的雪，而且这边到夏天的时候气温也是特别低的，基本上不用开风扇和空调，也是一个夏天避暑的好地方。打开车门我们就要沿着这个盘山公路往上面走。要登记是吧？好，时间我也是这边进入保护区是需要登记的，然后才能够放行。看这边全部都用这样的栏杆给它围起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爬到了最高山峰，要往下走了。寨子呢就在不远处了，已经开始下山了。寨子就在尽头的前方，这里有一片杉树林，非常安静的寨子，群山环抱。很多人都说这处寨子的风水是非常好的，出了很多贵人，还有些高官。看对面的山头之上，隐隐约约的也可以看见很多房子。湘西的大山里面，生活条件还是挺艰苦的，但是老百姓都热爱自己的家乡。很多人还是不愿意搬离大山。其实我们今天所来的，也是带着一个粉丝朋友给我们所托吧。他说家乡这边要修建水库了，他在浙江那边打工。他说修建了这处水库之后，到底他们村的这处风水还好不好，会不会有影响？其实我也是个门外汉，大概懂一点点，所以今天就特地过来看看他们的村子，然后呢再结合村子下方的正在修建的水库，再去看一下现在地理变化究竟怎么样。我们继续出发，沿着这条路往下面走。昨天之后最大下，你又坐在上的今年好大年纪了？88岁了。哦哟，身体那么好。这个老人家今年88岁的高龄了，身体很好。看这边的老乡就到山里面去把这些柴火捡回来，然后冬天呢基本上都是靠着烧柴火取暖。刚才路过的这位老大爷88岁，
然后呢，我就查了点资料，我发现啊，整个这个寨子啊，在保定县城以内，应该是90多岁年龄最多的一个寨子了，大概有20多个这样的老人，所以这边呢也被誉为保定县的长寿之乡了。可能和这个寨子周边的环境，这个风水还是有很大的关系。然后这边的水啊也特别的好，你看这户老乡家，这个水常年这样子流着。俗话说得好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寨子的海拔将近是800多米，但是这2根水管呢，常年都是流着水。这边啊也都是山泉水，从更高处的山上用管子牵引回来的，一直这样子流着。寨子里面呢还有2个水厂，每天都有大货车把这个桶装的水拉出去卖。哎呀，真的很难想象，在这么高海拔的一处寨子，竟然水资源这么丰富啊！那现在呢，我们就顺过背后的这条路，走到寨子去看一看。寨子里面大部分是这样的木屋，像镜头前方的这栋房子啊，少说都建了好几十年了，现在依然是住着人。这边呢是典型的土家寨子，整个寨子啊有100多户人家，现在基本上靠种植猕猴桃，然后年轻人外出务工。当然，村里面啊也出了很多大官，有的是在市里面，有的是在省里面，还有的呢在更高一个层次的。这个呢，我们就不一一的去发掘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啊，你们可以去看看相关的一些资料，都有记载的。进入村口的位置，我们发现了一棵大树，去看一下，究竟它的树龄有多少时间了。底下的树根啊，盘根错节，看一下树龄究竟有多长时间了。在我们这边啊，民间还有个说法，像这样的大树啊，树大成精，它会变的。那不知道朋友们，你们的家乡是否也有这样的说法呢？看了一下，墓室呢好像是没有这个古树名牌的，没有个记录的时间。我们再转一个圈，哇，好几抱呢，都抱不住这棵大树。这个啊，我转了一圈都没有发现一个古树的名牌。然后这边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镜头可以顺着看一下，这边有一棵很大的灵芝啊，就长在这个树上，是不是千年灵芝呢？然后这棵树啊，村里面的老人说，小小的时候就是这么大了，应该是有800-900年到1000年左右的大树了。那这棵灵芝是否也是那个时候长起来的呢？是否也是千年灵芝呢？俗话说得好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身后的这棵大树可能就是整个寨子的守护神，屹立千年，枝繁叶茂。刚刚碰到一个老乡，他告诉我，寨子的斜对面有一处江津岩，就是我手指的那处方向，有块大石头，就像一个人站在那个位置。寨子里面的祖祖辈辈的老人都说，那是一处江津岩。从古代，这个寨子啊，就出现了很多高官，可能和这个石头有点关系。那大家觉得呢？寨子里面的房子实在太多了，
我只能挑其中的一栋房子给大家做一个介绍。这边呢是典型的土家族房子，和我们苗族差不多，3开间的木房，中间呢是堂屋，两边是卧室，和我们苗族也是一样。基本上老百姓住的都在1楼，2楼呢平时就是用来堆放一些杂物。然后这户主人家呢是外出去干农活了，衣服还晾晒在这边。在门口的位置砍了很多柴。当地老乡呢，基本上煮饭、煮猪食都是烧这样的柴火，尤其是现在冬天每天回家了之后都会烧一堆柴火，一家人围着这个火塘说说话、聊聊天，然后吃饭，再洗漱、睡觉，简简单单的一个生活，但是呢，也记录着一家人的温馨。整个寨子是依山而建，就像这位粉丝朋友告诉我说的，以前寨子里面自古以来500多年前建了这个寨子，每朝每代都会出现了很多达官贵人。那到了他们的这一代，现在下方修建了水库，会不会对这个寨子整体的风水有所影响呢？确实现在不得而知。整个下方的水库正在修大坝，然后还没有开始蓄水。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寨子的地理环境，晴山环抱，然后这边的青龙山要高很多，这边的白虎山要低一些，然后这边的出水口基本上是全部隔着，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吧，可能就造就了世世代代出现了很多这样的达官贵人。那如果有兴趣的一些朋友你们也可以去比较一下，你们当地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些村寨，是否也出现过我说的这样的一个达官贵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？满头大汗。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无人机挂在树上了，将近有20米高。刚才我们到村里面找了一个小哥，帮我们爬树，去把这个无人机拿下来，看一下到底行不行这个树挺高的。我是为了拍个更好的镜头，飞机呢一直是往后退。推着推着，一不小心就挂在了树上。这棵树现在也没有叶子了，看到吗？就在那顶上，在那个位置呢，还亮着灯。他们说吃不懂哎呀，安全。我怎么摔下来了？棒棒摔下来，那个你个口袋。哎呀，这个视频拍的是真不容易为了更好的镜头，我刚飞无人机的时候，不小心挂到了对面的山头之上，用了将近3个小时爬上去，还叫了当地的一个小哥和我上去把这个无人机找到了，挂在了树上20多米的树上。然后呢，飞了几个镜头吧，大家也看一下底下的这处水库是正在修建，然后现在呢还没有蓄水。通过航拍的镜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库的位置，如果蓄水了之后，会不会对整个村子这个运势有所改变呢？现在
暂时也不知道了，反正以后有时间再来这个寨子啊，好好的给大家再拍一期视频吧。今天天也快黑了，准备要回家了。那这期啊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